好，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第11个知识点，也就是弦长公式啊。这节课我要给大家讲弦长公式。弦长公式呢，我们在学圆儿的时候，我们曾经学过，但是它和椭圆不一样。我们回顾一下，这是圆儿，有一条直线和它相交了，交于 A、B 两个点。这条直线被圆所截得的这段线段就是弦，这是圆心。我怎么求这弦长呢？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把弦平分了，然后连接西和其中的一个端点，这是半径，这是弦心距。那么 r 的平方减去弦心距的平方，开根号得到的是半个弦长。因为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把弦平分了，半个弦长乘以2，我才得到弦长AB 这个弦长。作为圆儿，因为它有圆心，它是关于我这个圆儿啊，它是有圆心的。它做这个弦的垂线的时候，把弦平分了，我在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就可以解决它的弦长问题。但是椭圆就不一样了，椭圆有中心，但是它就没有弦心距，所以呢，它就没办法用这个公式来求。那怎么来求直线和椭圆相交的时候得到的弦长呢？好，先看我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坐标平面内任意的一点 P1， 坐标是 x1y1。这是坐标平面内任意的一点 P2， 它的坐标呢是 x2y2。坐标平面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它就等于根号下横坐标之差x1减x2的方加上 y1减y2的方。然后我把它们俩一连，这是坐标平面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如果呢，我把它延长一点儿，我不断的丰富它的含义。现在呢，它就表达的是直线上两点间的距离。如果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已知，比如说我把这条直线的斜率给你了，那么直线上有两个点，它的斜率是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当我给你斜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弦长这个公式就可以用把 k 引进去，它现在是已知的。那么这个两点间的距离，我就可以变化一下，把它变成 k 倍的 x1减x2等于 y1减y2。所以y1减y2的平方就变成 k 方倍的 x1减x2的方，它是 y1减y2的方。那么这个弦长这个两点间的距离，我就可以变成 x1减x2的方不动，加上 y1减y2的方，它就是 k 方倍的 x1减x2的方。所以它等于，这是公因式提出来，第一项剩1，第二项剩个 k 方 x1减x2的方。1加 k 方我单独给它一个根号，右边呢是 x1减x2的平方。有的同学说，老师它都带平方了，那你就让它出来吧。可以的，出来呢就是 x1减x2的绝对值。好，你看 AB 就等于根号下1加 k 方 x1减x2的绝对值。说老师，你现在求的是两点间的距离，你跟这个弦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我继续丰富它的含义。你看，我又画了一个椭圆儿，这个时候你就不单单是两点间的距离，直线上两点间的距离，我又丰富了它的含义。它是这条直线和椭圆相交截得的这段这个线段，所以现在
它就叫做弦了。那么它求出来的就是弦长，所以弦长的本质也不过就是两点间的距离而已。是哪两点间的距离呢？是椭圆和直线相交得到的那两个点之间的那个线段的长，所以它就叫弦长，因此它就叫弦长公式。那么我们看后边，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简洁的式子变成后边的这种样子呢？我又把它放回根号里边了，变成 x1 减 x2 的方。后来呢，我又把它硬是变成加，就得减去4倍的 x1 x2， 就是因为我们上节课学的直线 y 等于 kx 加 m， 它和椭圆 b 方 x 方加上 a 方 y 方等于 a 方 b 方联立消圆。消谁都行，消 y 方便你就消 y， 你就会得到 ax 方加上 bx 加 c 等于0的1元2次方程。你不必把它彻底解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呢，要么 k 不知道，要么 m 不知道，你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解出来。你只需要做到消圆之后得到1元2次方程。如果让你求弦长，说明它是有2个根的，你只需要韦达定理找到2根之和，然后再找到2根之极，把它们直接带到这里，就可以求弦长了，就不用继续往下解 x1 等于多少 x2 等于多少，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常常是保留这个样子的。说老师，那我要是这个原来在这里边联立的时候，我消的是 x 呢，我得到的是 y 呢？你得到的是 y 也可以呀 ，ay 方加上 by 加 c 等于0，那你就知道 y1 加 y2 了，那你就知道 y1 乘以 y2 也一样的。所以呢，我再继续往下给大家推一步，这个平方的式子我们不要了。每一项都除以 k， x1 减 x2 它就等于 k 分之 y1 减 y2， 所以 x1 减 x2 的平方它就等于 k 方分之 y1 减 y2 的平方。前半部分推完了，我们不要了，我们推另一个还回到这儿，所以它等于，换一个颜色的笔给大家写。等于啥呢？根号下，看见 x1 减 x2 的方，我就换成 k 方分之 y1 减 y2 的方加上 y1 减 y2 的方落下来。很显然这是公因式，把公因式提出去，那么这一项呢剩个 k 方分之1，这一项剩个1，然后y1 减 y2 的平方，单独给它一个根号，因为它没办法继续算了，没办法继续开方了，它乘以，要么呢根号下 y1 减 y2 你不出来，我就把你硬是写成加减去4倍的 y1 y2， 不然的话呢出来也可以 y1 减 y2 的绝对值，所以跟第一种情形差不多，要么就等于这种样子，要么呢就等于这种样子。这种呢是直接使用 y1 加 y2 的值和 y1 乘 y2 的值带到这儿，不用再继续求出 y1 y2 等于几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弦长公式。这个弦长公式适用于圆儿和直线相交结得的弦长也可以用但是它没有那个 r 方减的方开根号乘以2求弦长方便这个就稍微麻烦一点。那么这个弦长公式什么时候应用的最多？直线和圆儿、椭圆、直线和椭圆双曲线抛物线
相交的时候只能用这个弦长公式啊。好了，这个弦长公式我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斜率存在的时候，你看我这条直线啊，它的斜率是存在的。如果斜率不存在呢，那显然直线是垂直于 x 轴的，倾斜角是90度。这是 P1， 坐标是 x1，y1， 这个是 P2， 坐标是 x2，y2。所以弦长是啥呀？弦长就是 y1 落这儿了 ，y2 落这儿了。所以斜率不存在的时候，弦长就是 y1 减 y2 的绝对值，或者是上边点的坐标减下边点的坐标不加绝对值也可以，你分清上下，上减下就可以了。好，弦长公式我讲完了，我们做一道题。因为弦长公式虽然不难，但是它太重要了，经常要用它来解决问题。因为圆锥曲线的题时常是直线跟椭圆跟双曲线跟抛物线相交，相交干嘛呀？求弦长，这不就是一个大问题吗？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练习。一只椭圆的方程，还有一条直线，当它有公共点的时候，有公共点的意思就是要么相切了，要么相交了。相切有一个公共点，相交有2个公共点，有几个没有关系，有公共点就行。所以第一个问 y 等于 x 加 m 这条直线，当然要和椭圆联立，消 y 方便，我们就消 y 得4x 方加上，看到 y 换成 x 加 m， 这个是等于1，括号的平方等于1。4x 方加 x 方加 2mx 加 m 方减1等于0，所以得 5x 方加 2mx 加 m 方减1等于0。如果有公共点，那么要么你就有2个相等式根，要么就有2个不等式根。所以呢 x1、x2 是它的2个根， x1 加 x2 等于负的 a 分之 b， x1 乘以 x2 等于 a 分之 c。 有公共点，它是德尔塔等于 b 方 2m 括号的平方减去 4ac 的是大于等于0。4m 方4，我把4约掉， m 方减5倍的 m 方减1大于等于0。m 方减5m 方负4m 方加5大于等于0。4m 方减5小于等于0， 2m 方减根号5的平方小于等于0， 2m 加上根号5乘以 2m 减根号5小于等于0。一个根是负的2分之根号5，一个根是正的2分之根号5，小于取中间儿，所以 m 是落在负的2分之根号5和正的2分之根号5之间。这是第一个问。第二个问呢，你看我就要求弦长了，图画一下也行。4x 方加上 y 方等于1，每一项都除以不能每一项都除，只有它变成除以1/4，加上 y 方除以变成标准方程 y 方下边的数大，焦点是在 y 轴的椭圆，它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条直线和它相交，被它截得的弦最长的线 y 等于 x， 依三象限角分线。
加上 m 上下移动啊，截距不确定，我就随便的画一条，只是 y 等于 x 加 m。这个弦呢，我用 AB 来表示，好吧？我要求 AB 这个弦长，根据刚才的公式，1加 k 方，因为我都做好准备了，我消的是 y， 留的是 x， 所以是1加 k 方倍的 x1 加 x2 的方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 等于根号下1加 k 方乘以 x1 加 x2 是负的，k 是1啊，这条直线的斜率我是知道的 ，k 是1加1的平方，那么负的2/5m括号的平方减去4乘以5/m方减1，根号2倍的根号下，它是25/4m的平方。它原来分母是5，乘个5 ，20减去20m方加上20，所以是等于5/根号2开出来等于5/根号2倍的负的16m方加20。你再提一个4变2也可以，不提呢到这儿也行。所以我要求什么时候截得的弦长，当被椭圆截得的弦长所在的直线方程被椭圆截得的最长弦，也就是弦长最大的时候，我求出那条直线的方程。不是求弦长的最大值，而是弦长取得最大值的时候，那条直线的方程。弦长什么时候取得最大值啊？当 m 等于0的时候，把这个平方的项消掉啊。当 m 等于0的时候 ，AB 的弦长你就最大了。当然最大值我们也能求出来，它等于0，负的这项没有了，20/45开出了一个2，所以呢是2/5倍的，还有一个5在里边，2/5倍的根号值，但是这个我们不用。就这个时候，你把直线方程求出来，直线方程它不是 y 等于 x 加 m 吗？所以此时直线的方程为 y 等于 x 加0，就是 y 等于 x。好了。这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弦长的公式有2种类型，一个是消 x 的，一个是消 y 的，一个是根号下1加 k 方，根号乘以根号下 x1 加 x2 的方减去4倍的 x1 x2，另一个是消的 x 留的 y， 它就等于根号下1加 k 方分之1乘以根号下 y1 加 y2括号的平方减去4倍的 y1 乘以 y2。那么又做了一道题。好了，这节课我们先讲这么多，下节课还要给大家做相关的习题。